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炫创意林汉，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Gen 2第二代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这将彻底改变 AI 视频生成领域的游戏规则，迎来了绝对史诗级的更新。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产生影片，这次更新生成的影片效果可直接达到了 4K 超逼真的境界。相信不用多久，不仅是影片内容创作者或是影视领域，都将会迎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。今天我们搭配 Leonardo AI 图片生成来说个故事，有关佛教维摩诘居士的故事转换影片的范例，来做全影像及影片生成的 AI 影片故事解说。有关于之前 Leonardo AI 图像生成的介绍及使用方式影片，放在上方资讯卡，可以过去回顾一下哦。在这部故事内容蕴含着一些宗教色彩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科学与神学的交汇点逐渐浮现，心灵觉醒超越物质束缚，引发对存在的深刻思考，请以平常心迎接这场交汇的旅程，启发灵感，挑战思维边界，让人感受到灵性成长及觉醒。完整故事将在影片的片尾呈现。如果你对这个独特的主题感兴趣，不妨欣赏这部引人入胜的影片，或许这将为你带来一场全然不同的视觉与心灵之旅。好，我们开始这次更新的重点内容。不管是在文字生成视频，或是图片生成影片中，确实有着非常大的改进。Gen 2第二代是在去年3月开始测试，6月才正式向公众发布。与第一代不同的是，Gen 2第一代是需要通过现有的影片片段，然后结合文字指导进行合成。最近发布的 Gen 2只需要通过文字或透过图片及影片就可以生成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图片生成影片能力上，Gen 2无论在画质清晰度或视讯流畅度等方面，都比前一代还要来得精致。最关键的是 Gen 2第二代它的影片长度由之前的4秒提升到18秒，这样的长度在 AI 影片生成工具中是前所未见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新增了导演模式，透过 AI 技术就可以控制进度的位置和移动速度，透过它就可以调整 AI 影片中的动作幅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居然 Gen 2这次重磅更新，他们是在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上同步进行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深入体验这个 Gen 2第二代，它新版功能的生成效果，操作上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们先进入了 Gen 2的官网，它的官网打开以后，点上方第一个按钮，进入以后，下面需要注册一个账号，你可以透过你的信箱或 Google 账号、苹果账号来进行注册。好，我们透过这个 Google 账号注册，点击上方这个 Login 位置 Google， 然后点击我们的 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。进入它的后台，然后上方主要有2个按钮，第一个是透过图像来产生影片。好，进入以后，首先是影像转影片，需要上传你要生成的影像。再来是图片加描述，还有文字生成影片。上面说使用文字描述你的场景及移动方式，你只需要输入你想要的内容就可以了。你的描述越多越好，而且如果你有喜欢的参考图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将它包括在内。这个根据你想使用的情况来去选择。最简单的就是文字生成视频，这部分最好先以英文去输入，如果输入中文，大部分都会翻译错误，所以我们输入英文。像我输入闪电场景，导出以后，我们点生成这个4秒影片，你的影片已经开始生成，很快就会开始，将在几分钟内完成。它现在生成完成了，我们打开看下效果，点上方的播放键来看效果。来看一下，这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那么先下载下来。第3个功能就是图片加描述。例如，我们先上传一张图片，我们先点击这个上传按钮，把这个图片上传。我们找张图片选择以后，然后打开它。上传好以后，那接着在上面输入这个题词，比如说这个背景与头发动起来。然后在下方，这里有许多其他参数，前面2个功能是免费的。第一是勇于产生的扩展坐标，第2是平滑你的框架。接着是通用运动这个选项，透过这个按钮，你可以增加或减少这影片中的运动强度，这个值越高的话，那么它运动幅度就越多。再来是相机运动，它主要是指定摄影机的运动和强度的，就是类似运动相机的拍摄效果。下方有水平移动幅，以及垂直还有飞掌等功能。然后最下方还有速度控制，提供设定。最后我们点选储存，然后就点击生成这个影片，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
不错，蛮有梦境的感觉。这只是4秒钟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自然。它是一张完全静止图片，在透过 AI 生成以后，只需要几秒钟，它就可以产生一个完全运动的影片了，效果确实非常惊人。我们延长看看，延长这4秒，让它生成8秒钟。点击这个延长4秒，它就延长了。看一下它下方会显示这个8秒，打开播放一下。真的蛮厉害的。再来是后台控制面板里，左侧这里是它的功能的项目。第一个是目前我们所生成的所有项目都在里面。第二个是你可以在里面进行编辑你的项目。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Gen 2，在官网上方这里，它第2选项就是提供手机下载，然后把这款 APP 下载下来。操作方法与网页版的相似，可以尝试一下哟。虽然它目前最高只能设计18秒视频，但根据他们以往更新的速度，绝对会有质的飞跃。这就是 AI 能不断带给我们惊喜。如果介绍到这里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按赞订阅我哦。好，关于 Gen 2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是这次的范例完整故事影片，是关于佛教经典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也叫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经》。这部是开始修行能达到的境界，了解后会发现佛法不是迷信，而是寻找内在灵性与人生意义的一种深层探索。他教导达到心灵觉醒，超越烦恼，以平和智慧面对生命挑战。如果喜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会再制作更多关于这类型的故事。好，我们开始故事。方便品第2。当时，毗耶离城中有一位长者，名叫维摩诘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培植了深厚坚固的善根，获得了洞见诸法不生不灭的智慧，而且辩才无碍，以种种神通游戏人间，嫉妒世人，掌握一切修持法门，获得了佛菩萨才具有的4无所谓，能够降伏魔怨惑障，深谙佛法真谛，善于用智慧度化众生，又善于用种种方便法门，随机设化，明了众生因果去向，善于分别众生的根基利钝，成就了教化嫉妒众生的大悲宏愿。很早以来就深入佛道，心智以及灵明纯净，坚定不移地遵循和弘扬大乘精神，言行十分严谨，威仪十分庄严，心胸宽阔如海，深受一切诸佛的认可和赞叹，也深受佛陀弟子、帝释、梵天及世间君王的崇敬。为了嫉妒世人，维摩诘才以居士的身份全一客居于毗耶离城中，资财即是富足，常常资助当地穷人，自己的持戒严谨清净，借此以影响施教那些犯戒之人。他具有极深的忍辱修养，并借此以摄化那些动辄嗔恚之众生。他勤于修行，借此以警策摄化那些懈怠懒散之人。他具有极深的禅定功夫，借此以摄化那些心浮意躁的众生。他常以无上智慧摄化那些愚痴迷妄之世人。他虽然身为居士，但持戒严谨清净；虽然在家，但不执着于尘俗世事；虽然有家小妻子，但常修清净行；虽然也有6亲眷属，但不为世俗烦恼所牵制；虽然身着华贵服饰，但以相好庄严见称；虽然也像常人一样饮食吃饭，但更以禅悦为食；然也常至赌场戏院，但以劝诫世人为目的；虽然也常涉足外道异端，但从来不会影响其对佛法之纯正僧养扶持正义，利济群生。每至讲经说论的地方，总以大乘法教化众生；每至学校讲堂，总以真知正见开导学童。他有时也出入于青楼妓院，那是为了警示人淫欲之过；偶尔也走进闹市酒馆，那是为了教化那些醉生梦死之徒。在长者贤达群中，他深受崇敬，并为这些长者贤达宣说殊胜法门。在居士群中，他也深受崇敬，并教示居士们如何断除贪欲和执着。在贵族和武士阶层中，他同样深受崇敬，并教导这些贵族和武士应该如何培养忍辱精神。在古印度最为尊贵的婆罗门种姓中，他仍然深受崇敬，并教诲这些婆罗门该怎样去除自大和傲慢。在王公大臣中，他照念受崇敬，
并教育这些王公大臣应该怎样遵守政法。在诸王子中，他依然深受崇敬，并教示这些王子应该怎样做到忠孝两全。在帝王的内宫中，他更是深受崇敬，并教化众宫女应该如何恪守本分。在平民百姓中，他也深受崇敬，并教育这些平民百姓如何培植福德善根。在诸梵天中，他同样备受崇敬，并为诸梵天开启殊胜智慧。在帝释天中，他也深受崇敬，并向帝释天示现三界无常的幻境及义理。在护法诸天神中，他同样深受崇敬，并教导诸护法如何护持佛法及众生。维摩诘居士就是以上面说及的种种方便利益群生，济度天人。现在维摩诘居士又假借身患疾病来教化众生，因为患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、婆罗门及诸王子、百官臣僚等数以千计人士都前去探视他。诸位大德，我们这身血肉之躯是不足依赖的，因为它是无蕴和合而成的，而是无自性的，变幻无常的。而且因为这身血肉之躯导致了众多的疾病和苦恼，所以一切明智之士都不注重这血肉之身。此血肉之身有如泡沫，不可搓磨，不会长久存在；有如阳焰，是沙漠中可及欲饮者所产生的幻觉；有如芭蕉之干，是没有坚固的实体的；如幻影，因为无明颠倒才产生的幻象；有如梦中镜像，是虚妄一时的产物；有如影像，是过去业缘所感之果；有如空中回荡的音响，是各种条件凑合在一起的产物；有如浮云，瞬间即随风飘逝；有如闪电，以闪即逝，既无主宰，也无自性，既无寿命，也无定体。地、水、风、火四大临时寄居之所，并无固定的实体，是空无自性的，并没有一个真我，其所属的一切亦不复存在，是不具知觉灵性的，有如草木瓦砾；是不具有自主性的，只会像落叶一样随风飘转；是污秽不净的，有如一个臭皮囊，充满恶臭；是虚假不实的，虽然每天都给它饮食沐浴，但终归是要死灭的；是诸多灾祸的根源，病痛苦恼都是由它产生，如秋之将颓，景之将枯，总有一天会衰老的；是毫无定性的，终有一天是要走向死亡的；有如毒蛇，有如怨贼，有如空荡荡的聚落，并没有自己恒常不变的实体，而是由五蕴、六入、18界共同组合而成的假象幻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谓佛身，也就是法身，此法身是从无量功德制生的，是从戒、定、慧三学产生的，是从断除烦恼、解脱之见产生的，是从慈、悲、喜、舍四无量心产生的，是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柔和、勤行精进、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多闻、智慧等修行方法中产生的，是从种种方便法门中产生的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中产生的，从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产生的，是从37道品产生的，是从止观并重的修持中产生的，是从实力、四无所谓、18不共法产生的，是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产生的，是从真如实际产生的，是从精进修持而不放逸产生的。如来法身是从这一切无量清净法产生的。诸位大德，如果想要修得佛生，断除一切病患苦恼，应该发无上道心。维摩诘居士就这样为前去探视他的各色人等开示大乘不可思议法门，令数以千计聆听者顿时都发无上道心。好的，本段故事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帮助你在 AI 生成影片上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主要会分享 AI 生成设计插画艺术打造被动收入指南，帮助你透过创作打造被动收入，实现时间自由。如果看完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或有其他的问题或想看更多相关的教学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制作更多相关的教学影片给大家。最后也别忘记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炫创意林汉，我们下次见了。